欢迎来到每日更新的丰盛奥文哈。今天来继续为你捕捉恋人的讯号哈。那今天我们会有6张牌，3组选项哈，来让你选择哈。等一下再告诉你怎么选。那今天的题目是谁将你捧在手心？好，来，今天的选择是呢，我现在先让你看哈，然后你应该已经有想要选择的牌卡了吧？哈，等一下近看的时候，我会把第2张背面的牌让你看，那你再做出是否要改变心意的决定，好吗？我想多了这一个小动作，可以制造一些讯息的干扰。好，你可以体会一下那个感觉。好，那我们来近看咯。第1张牌是钱币6。好，反面牌是魔术师牌。好，来，第2组牌是节制牌，反面牌是隐士牌。好，第3组牌是金币9，这组牌的金币都躲在后面的死坎里哈。来，反面牌是圣杯骑士。好，那你改变心意了吗？好，那我想你们都选好了，那我们就开始吧。来，那我们就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好，今天的题目是谁将要把你捧在手心哈？那我们一样先抽5张牌来看一下基底的能量，我们再慢慢往其他支线延伸好吗？好，来，好，来。好，好，来哈，我们一样这张，好，第1张牌是金币皇后。好哈，金币皇后的话哈，我尽量练习把我要讲的牌拿在中间给你们看哈，因为我的手会一直晃动了，所以我就不太习惯拿，这没关系，我先让你们看一下哈。金币皇后哈，以金币皇后来说哈，做一个开端的话，我觉得先讲这个人这个人所带来的能量是稳定的，非常非常稳定的，在什么角落？在他的情绪的位置，他情绪很稳定然后挺照顾人的。那跟他一起的时候，除了会有被保护的状态之外，你会觉得有很多事情都已经被他率先的整理、处理、思考过了。我收回思考这一件事，思考这个可能偏比较风能量，但是因为是土能量的概念来说，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的牵连啦。该说思考过吗？我觉得更多的是他已经 run 过一次事情的先后顺序了，这是他的直觉。这是他很强的直觉也是他做事情的一种逻辑方式，习惯动作逻辑方式、习惯动作都可以啦。那我蛮喜欢从这一个金币皇后做开端的来，让我来仔细看一下它其他的连结的能量，应该我想一下金币能量是比较前面啦。看它就比较前半段，应该就是金币2、金币3的能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它算是在人际关系上、工作上
都算表现不错，因为他跟其他人的契合度、合作程度、理解程度，反正他是个合群的人。基于这个能量来说，我觉得他跟你的相处，他确实是会把你照顾得很好的，帮你设想蛮好的哈，甚至更深一层的感觉，我觉得他会蛮为你提心吊胆的，有这样子的讯息啦。但是强弱这个，等一下我们再翻。我们今天这组牌，我们来偷偷的多画一点，就是还在看的时候，我们就多翻了1-2张来看一下哈。来，依照我刚刚的角度，我看一下哈，来立刻补充的话，我想一下。我先找一下这组牌的优点。这一个人跟他一起的时候，有一个东西蛮不错的，他算是一种比较有开创性的性格。所谓的开创性的性格，我觉得他比较喜欢找事做、找乐子，比较不无聊的一个人。他的节奏算快，他的节奏应该算是你认识的人里面速度快的前半。也不能说他急躁，因为这一组是土能量在抓，他是土能量在抓，但因为他钱币皇后旁边所映射的一些算是命运之轮的能量啊，或是世界牌的能量所带来的一种行动力跟方向感，驱使他对于有兴趣的东西都有好奇心，不能用好奇心，都有一些向往，所以他蛮多兴趣的。那又因为是土能量，所以他都会有扎扎实实的想要去亲自体验过。所以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蛮有趣的啦，变化蛮多的。他原本质就已经是比较好奇。我一直不想用好奇因为我没有看。我找一下是否这个里面有风能。一些风能量，好，因为如果我要用好奇心的话，我就觉得我必须要先看到风能量的位置在哪里，我才知道。所以我是有点排斥，在这一个排出来的时候就讲好奇，我觉得它比较多的是一种向往，还是不太一样向往新的东西。那总之啦，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应该不无聊，不无聊有些很简单的事情在占卜上或是在讲能量啊、结构这些，都会把它讲的比较复杂，因为我要把它的特质它从何而来讲出来了来，给他1张做补助就好了。你看连钱币国王都在这里支撑这一件事情那就毋庸置疑的。金币能量确实是强的，那做金币国王做辅助的话，还有一件事情可以探索到这一个人的比较肤浅的形象，表象他是吸引人的，他是很在乎自己的表现跟自己的魅力的人，然后他也算是一个，我刚刚是不是说他工作上跟其他人很合得来，对不对？其实他的个性比较不像社畜类，他是有很强烈的想要去累积什么东西的概念在生存着，但是这样子又有点偏颇啦讲说社畜，因为他也许累积财富也是他的目标之一所以收回社畜这个形容就是我是用比较开玩笑的方式、轻松的方式啦因为用社畜的形容，我是把它定位在比较轻松过生活生存与生活达到一个平衡的概念的一种类别啦不是贬低的意思。我觉得能把自己看成是这个角色，我觉得是轻松自在的，因为至少知道工作努力，然后也想要有一些基本的好品质生活。我觉得把自己定位在这个是非常松弛的、轻松的生活着，我觉得很好。那相较于今天这一个人，我觉得他有更多一点点的梦想想要实践。基本上累积财富也算是种梦想啦就看你怎么定位那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做的区别是，
他目标设的比较有一个层次，有一个阶段性，他设的很清楚，所以他现在无论做工作上或是努力什么，我觉得主要还是金钱上了哈。他金钱上的使用或是什么，他现在在努力赚钱哈，他其实是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所以你跟他相处或者未来有在一起，你会发现这个人生活的蛮扎实的了哈，有很完整的他人生要走去的地方，还有个阶段性的目标，他有了，因为钱币国王他不只是自己所带来的一些土能量的稳定啦，双重土能量稳定，它底下还连带着一些，譬如说钱币8、钱币9的魅力。这两个能量所带来的，那这两个能量更下面又还有一些皇后能量啊，太阳能量也在其他角落做印证。如果我们要再往更深处去讲的话，也会有隐士能量啊，还有一些显化能量哈，都是一些着重在于显化自己的目标，把自己的才能、自己的能力显化成具体事物的一种怎么讲？方向感、行动力，一种推进力都可以啦。反正它是一个脚不会停下来哦。我在想一个最简化的，像就是很上进啦，很上进哈，不是学业上的上进，是对人生观感上、自我实践上很上进的人。来，我们再往下分哈。好，我们尽量用别的牌来做映射哈，这样比较有趣了哈，也让画面丰富多一点。来，我们先盖。我会尽量一直在找到每一次拍影片占卜的一些新的方式哈。好，那个我们等一下再看。来，第二张牌是愚人牌哈。愚人牌的位置的话，我看一下，如果是在于一个怎么的位，因为愚人牌所涵盖的讯息跟它所影响的牌面是广泛的，所以你很难立刻定义愚人牌在这里。有的时候翻到愚人牌，我都不会立刻定义它在这里所代表的是什么，因为愚人牌我会把它最基础的认为它是一个起点，可是它要走去哪里？你必须要看其他的能量所带来的一个方向感啦。让我寻找一下，这里愚人牌风行动，其实我觉得，因为我在找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啦。因为愚人牌底下出现了一些星星啊，原本能量啊，一些风能量，其实有带动一些风能量。我在寻找的是说，除了风能量以外，有没有别的我们刚刚没捕捉到的？因为风能量，我刚刚在上一张牌就有讲过，说它有一个方向感嘛，它有一个很明确的，它要上进的，它的上进心所要驱使它去的一个有目标的方向嘛。这底下其实就有一些风能量，可这风能量所带来的不是一种节制力啊、理智性，然后一种约束力，它带来的是一种推进力。我刚刚在第一张牌看到的是这个性质的风能量，然后再翻开愚人牌的时候，其实它加重了这一个方向性。所以我觉得他刚刚已经讲过了，所以我要再找看看有没有别的，是有啦，可是偏阻碍，有些阻碍，有些保守，就是说。以他现在的状况，我觉得他正面临一些挑战，因为我刚觉得这个风能量的前进性是有一些阻挡啦，是有一些阻挡。那他现在的人生走到他现在的阶段，他是处在一种比较保守的阶段。什么叫保守阶段？就是他希望先稳住现在所拥有的东西，虽然他还是有一些野心跟目标要往前走，但是最近可能有遇到一些事情，他选择先偏。守城的状态来，今天这个牌面很符合今天的题目。我们在问的是说，谁将会把你捧在手心？他就在着重于谁这个点很希望来继续看，他的方向感还是没有失去了因为宝剑6的能量也有在这里被影响着没有什么，只是。
我觉得在一个比较偏的位置哈，就是说愚人牌所映射的一些比较偏的位置，算远啦，算远大概已经到这里，大概如果以这是一个圈圈和能量场的话，我觉得大概在这个位置有一个钱币四的能量，让它变得比较保守一点哦。那它附近有所带来的风能量里面有宝剑五啦，哦，宝剑五也有宝剑五带来的一种阻碍性哈，所以我大概觉得以他现在哦的状况来说，他现在的生活的状况来说是有一些新的挑战，然后他在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他现在有一段时间是处在一种保守的状态，概念上就讲会发生什么事情很难形容，也有可能是金钱上的哈，也有可能是工作上的挑战出现了，可是他没有要选择比较激进的、比较积极的，也可以好的方式是处于他选择一个先停看听的方式在面对，所以好，这是他现在的状况哈。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看你们两个是会怎么遇见或什么了哈，因为他前面就只给他现在的状况，先让你理解一下你将要遇到的这个人哈。没关系，我们就听看看他的故事。太阳，我刚才说太阳牌在，我刚刚看到的太阳牌应该是在，对我刚看到太阳牌就是在钱币四的附近。那这个太阳牌是，好，所以太阳牌在出现，应该是说这个是他的阶段性任务了，这个挑战。然后他处在一个比较保守的状态。其实我觉得他这个钱币四的能量哈，我觉得算是一个功课，对他来讲算是一个现在的功课哦。我觉得他，可能之前太积极了。我刚说他节奏是属于前半太快的，呃，他可能遇到了一些小小的，我不想说挫折，但是有点接近挫折感，但是也没有到挫折感，很接近了的一个挑战，让他有一点点无所适从。我觉得应该算是无所适从，因为我看到他这个金币四的保守能量很强哈，呃，对我来说保守那个钱币四在现在他的状况就像是一个城墙，然后钱币五对他来讲像是他的士兵哦，他如何去面对这个问题？所以他现在算是他一个很重要的时刻。那我们要看他这个重要的时刻在后面会发生什么事，因为他后面要遇见你嘛。他这一个状况让他学习到有些事情要有取舍，不能奔放的去冲刺，可能也因为年纪有一点一点在增加，他这一个新的比较保守的概念哈，有慢慢有出来，所以这里映射了一件事情，它其实也在趋于比较多面向的成熟啦，比较多面向的成熟。那我在这边又看到了另外一个角度是，他原本我刚刚前面说他很会照顾别人，然后会帮别人设想很多什么那些，那他这一次之后阶段性的这一次经验之后，他会开始觉得应该要有所选择，而不是全面的去任何人他都好好的合作这样。我觉得他这一组的挑战有比较关于人啦，比较关于人的重新判断、重新理解这样。那后面我想也因为这一个阶段的提升，对于你的出现，他有更明确的确定自己的喜欢，跟确定自己的感觉。我觉得这一个阶段性的提升是为了后面看到你的时候有一个更笃定的状况。好，走向应该是这样，因为底下还是趋于，因为愚人牌所带的还是比较趋向于解释一些理智的判断啦，所以我想后面的影响应该是这样。好，没关系，我们再往下翻，这里给的讯息就这些哈。来，好，又是风能量，来，我们再找一张牌来盖。这里好了。补充的哈，
如果是我蛮意外，这里出现是宝剑十哈，因为这里出现宝剑十哈，我觉得它加重了我刚刚对于我刚刚说的这么一个保守状态，有一个宝剑五，他要处理状态，我觉得他近期在面对的某些事情，对他的人生的提升是非常高。哦，嗯嗯，他最近确实是有比较难题在面对啦。哦，那不过我会看到比较后面的是，我有看到他对于人哦，相信人、理解人的这一个等级有在做提升哈。他会更加的看清楚每个人的特质，因为我刚刚说他必须在这一段会学习到，对于他想要合作、他想要帮助、他想要奉献心力的人，他这一段会开始明确的学到说要选择，要有所选择，要更明确的选择哈。那只能说宝剑十觉得这个难题这一题对他来说蛮难的，他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哈。好，那我看看他后面的，今天3章都还没讲到你们两个的连接，我等下再讲。你看吧，果然是有，他会有点伤心啦。哦，他最近会有点伤心啦，对于人跟像人，所以他处在保守状态，我大概可以理解啦。他应该就是有一点点对人失望啦，哈，所以他现在对人的感觉有退缩，哈，重新学习，他现在处在一个重新学习的状态。所以他在遇见你之前，哈，我觉得他的情感面在某方面来说是说了，所以他遇到你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个蛮强烈的感觉，会让他突然决定，突然在想到底需要立刻付出感情还是什么？因为他遇见你的时候，有一些情感上的冲击，会相似于最近这一个世界。但我觉得好的一面是，他会非常认真的确定自己对你的感情，好，也会非常知道自己喜欢你，并且看得到你的好在哪里啦。哦，他应该会发现的非常清楚，从这一个历练经验之后，所以今天这组牌会往前面抓这一件事情，我觉得主要还是要让你理解接下来那一个跟你可能很近距离交往或接触的这一个人，其实他的用心在哪里他其实蛮用心的，去理解一个人，去理解他目前正在喜欢的人那没关系，他的故事现在还在发展中这也代表了在时间点上来说，你还要再等一下，他才会再出现要再等一下。好，来我们再看。哦，钱币国王，这个不难啦。他其实讲了一个东西，就是他现在的挣扎跟他的人生最终极的目标，还是要处在一种非常稳定的状态，是生活上的稳定，心情的话会伴随而来。所以所以他如果会喜欢你他一定其实他应该会喜欢上一种跟你相处起来情绪上基本上是稳定的，然后各种生活状态应该也是一种舒适。他向往一种很朴实的生活方式啦，很简单的，可能会跟他的工作非常不同。他工作应该是比较激烈、比较复杂，面对的人比较多的。我这边看应该是这样，因为我发现他那边的杂音都是处于在跟其他人，而且不是自己人，跟其他人的相处里面非常多的杂音，非常多的挑战。可是回归到他自己所向往的生活里，他所求的东西是非常安静、宁静、平稳的。所以这边可以看到，他如果跟你在一起，他喜欢你，是因为他在你身上看到某一种安静、某一种平稳、某一种很特别相处起来的舒适感。所以如果选择1号牌的你是这样子的人的话，你就安心的去期待这样子的，而且你可以强化跟尽量的展现出你对于生活上的品质、安静、稳静、小生活、小确幸的这一种气息，不要浮躁，不要太多的挑战，不要太多的激烈的东西。好，那他为什么会向往这个？因为其实反射出来一开始就说他其实是一个比较节奏比较快的人，
他其实很想要慢下来，很想要静下来，所以他想找一个能让他回家或看到都觉得心情非常平稳、非常安静的人。他希望他的生活也可能也另外一半的时间都是处在一种比较宁静的状态，比较宁静的状态。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说社畜的这个概念，我的概念，所以我刚刚说的这个角度其实也不算离他太远了。他虽然有一些目标，可是他最终还是在追求一种努力生活跟努力享受、努力生存跟努力享受生活各半的一个状态。那他会蛮慎选要跟他在一起的人，因为我觉得他对于这一个平静跟安静的品质要求还挺高的。毕竟钱币国王底下带来的某些土能量很强啦，很强了。刚刚这里就出现一次了嘛，这里又出现一次，而且这一个还算是比较往本质上，它就是比较追求这种金币能量比较多的一种稳定，土能量的安定。可是，在到了高度向往的位置的时候，金币国王又出现了一次，所以他无论如何，他都希望活在这样子的防护网里面、防护罩里面。那回到这里，我突然觉得他现在的这个挑战，让他更紧缩了他想要保护的自己的世界。所以你后来加入到他的世界的时候，你会非常充分的感受到他是如何的安排你的生活能很好跟保护你的状态。你会发现他非常在意很多对你好的细节，如何让你感觉到很舒适。好，还有在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没有必要再翻一个，没关系。那我们来看下一个。好，权杖四，还好是权杖四哈。我刚刚是不是说他很希望他的另外一个时间里，他需要非常舒适安定？没错，而且在他的想象世界里，他每一次在外面奋斗、工作或什么的，那是他，我觉得比较偏向于他不相信的现实世界。可是他为了要在这里生存，他为了要他有些梦想，可能累积金钱或是财富或什么的一些比较物质的梦想，他必须要在这一个他不相信的现实世界里面奋斗。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权杖四所带来的，他离开回到他自己的生活里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美妙的花园，非常舒适的世界。每当他离开他那一个生存的他不相信的现实世界之后，他转过身来回到他的小生活里，就是一个非常澎湃、丰富的花园，丰富的一种旅程。在他内心的向往是这样，他的心情的转变是这样。他希望你在那里，他希望他能保护的人事物都在那里。他希望他回过头来的世界上，这个是他没有意识到的这是他一个内在心灵世界的一种模组。甚至别人能够比较具体的形容出来，他自己没有这样子的概念。那是他已经深到他骨子里的一种判断跟一种分野。分野什么？分野了他生存的世界跟他生活的世界。所以他会把你归纳成在他生活世界要遇见的人，所以你就知道他多向往在他生活世界能够构筑的非常美好，你可以在里面很舒适这样子。这两张牌所带来的就是他的另外一个他所相信的生活了，那个就是他所相信的和平的那一个地方会长什么样子。好，那这5张先做一个小结因为它一个阶段性。第一就是以他的人来说，他是一个很会照顾人的人啦，工作上表现也不错了。可是他正在经历一个阶段，是他发现他照顾太多人了，或是相信太多人了。他这个阶段他会学习到如何在更加的判断他所能照顾跟所能帮忙的人选，他要缩小。那这一个经验会让他更加的精致自己的选择，跟确定自己的喜好，以及他最后想在一起的人跟他想要的那一个小生活。有这个就是总结就是这样。那以时间上你遇到他来说，我觉得还要一下，因为他现在正在处理他现在的生活中的事情，他还没有
心思去想他爱情上要跟谁在一起，或是他现在没有这个感觉啦。好，然后这里现在5张也没有特别有讯号出来所谓的巧遇或相遇的讯息，没关系，我们还有6张牌，我们再看一下有没有其他讯息哈。来，我们来看其他6张牌。来，整理一下空间哈。来6张哈。再3张。我看一下，我先从比较理智面的方式来看，角度来看一下那3张哦。有啦，这里有安排你们有设定好你们会见面的一个时间行程时间表。那有在这个路上走，有时间表在这路上走哈，然后推进的火能量也有在，所以而且是在非常非常设定好的一种规律上啦。所以当他现在这件事情处理完之后，应该就是已经要发展出往去遇见你的一个故事线了啦。故事线只是这里没有太多细节哈，什么在哪里认识啊，需要朋友遇见啊，什么这些没有，这就只有说接下来确实是有往你这边相遇的路进来。然后会有新的规则、新的规律，这个意思就是说，对他来说，他现在这个阶段性的事情结束之后，他对于自己的人生的方向感跟，反正他会有新的概念，对于他自己的生活，哦，他会有新的概念，也因为这个新的概念会帮他把往你这边的路径做出来，哦，那他会变得比较松。比较轻松，人会比较豁达一点哦，因为他这个新的 pure 的能量有出来，我有发现他的新的理智讯号出来了，跟他以往有点不同。这里这个怎么说？就是他以前比较固执的点，接下来会比较宽容一点哦，比较多元一些，比较接纳性比较宽广一点，就是了。总之啦，他会变得比较柔软一点啦。哦，在遇见你的时候，来我们讲情感上的哦。像不情感上的啦，就是感性上、精神面的东西。好，很抱歉哦，这一题其实都没讲到你的部分哈，都是他的部分哈。到现在都还是只有他哈。为什么会没有你的部分？因为有的时候他会比较着重在你身上的调整，然后跟他遇见前的一些调整，很重要的调整。那如果他这一题没有的话，就表示选择1号牌的人，大部分你们是没什么，就现状就已经非常好了。那他会着重在这个人来，是因为这个人的事情发生跟他的能量结构，我觉得你听蛮重要的哈。会听到出一个人的本质是多要求自己的，尤其这一组牌，他很要求自己哈。但是他既然这么要求自己，又充满善心的，任何人需要他帮忙，他都会去。可是他一定是遇到某些挫折，然后收了，然后人也变软化了，变成比较柔软的人之后，然后遇见你，好，他就更多的心意跟你相处的时候就几乎不会有什么摩擦，就他是一个非常温暖柔软的人出现在你面前。那这3张牌讲的是，他确实是在遇见你之前会有一个大改变啦。而且会完全不同以往的他会出现，所以我们刚前面讲说他工作什么什么，这个可能是他的习惯、跟他的生存方式、跟他的本质。可是接下来因为这个我真的发现有一个事情改变了他很多想法，然后后面就印证了他有所改变。所以这里再次强调说，他在遇见你之前就会有比较
2.0的他吧。但是我觉得2.0不太好形容它，因为2.0比较像是1.0 update 变2.0，但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一种新的版本了，新的版本了。它不是只是账号的一个产品的 update，我觉得它一个新的版本的它有一点想要摆脱以前比较强悍的部分。他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他的生存，他所相信的那一个，他不相信的那一个现实世界，他在那边生存。然后他有一个他在意的生活，他原本是用50-50这样分，可是他这一个状况改变之后，他就觉得他应该要更加重视他的生活，因为他知道他在那个生活里他是更加的舒适、柔软的、温暖的。他希望他用这样的更多这样自己对待人，然后慢慢的你就会出现在那一个世界里了。因为你会成为他想要遇到的人，他想要找的人，他才会看到你。以现在的他，我觉得他不太会看到你了。他怎么？所以我觉得他还是要有一个转换哈。那死神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会有这个转换，然后他接下来会有更明确的想法去显化他想要的生活了。那为什么一直说他？因为他有一个新智慧正在开窍，然后他的目标会有转换，他目标会转换，会换成一种更接近，我觉得应该是更接近生活，因为今天这组所有的牌的图能量都太重了，太重不是负面的，而是它似乎有一个反弹，它好像有一点点像是要从该怎么说？他在一个很现实的世界里，学会了怎么在他的梦幻世界里活得比较现实一点。就这样，这我所得到的讯号，希望您理解这句话哈。然后也可以把它归纳成是他想要有点梦幻的现实人生，差不多这样。很难形容这个啦，因为它这两种东西有在混合，在做调配哈。那希望你可以理解这个角度。然后这张牌其实在讲他还没有从现在的挑战去了。为什么？因为他好像还没有完全体会到怎么用更善意的角度看人，而不是用是非的角度看人。他在学，他有体会到，但是好像还没完全体会到。等到完全体会到了更善意的角度去看世界、看人之后，他就知道说，他可以放下，他可以放手了，他可以做决定了。他现在正在习惯这个阶段，他在体会这个阶段。好，就这样。这是选择1号牌的朋友。很抱歉都没讲到你，没有这组没有你的部分，都在讲他哈。那我们就先当做遇到他之前，听听他的现在故事线了。那以比较实用的答案或是讯息来说的话，可能你要再遇见他，再等一下，因为他现在处理这个跟他的成长或是节奏还需要一阵子。我通常说一下都至少3个月，然后一阵子可能就要半年，因为我觉得他需要有季节性的变化，他不是马上来的。如果它会马上出现的话，我会发现有非常强的火能量出现，但是我今天都觉得土能量比较强，所以它算是一种稳定发展型的。所以你需要再等一下。好，那你就期待一下吧哈。选择1号的朋友就这样谢谢你来听，祝福你哦。来，我们继续从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开始哈。我们一样先从5张牌看一下基地的能量哈，然后我们再看看要不要翻开一些其他的支线的讯息。来，等一下哈。好。好。好。第一张宝剑皇后。今天的题目是
谁要把你捧在手心哦？一开始出宝剑皇后说这件事让我有一点点难以捉摸，这个起点让我思考一下哈。我必须要去寻找宝剑皇后里面所带来的一些安定性跟稳定性啦。所以宝剑皇后里面最接近的，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好的牌，就是金币10。所以宝剑皇后并没有那么犀利，并没有那么武断，并没有那么严厉的去讲这一段感情的相遇是难的，还是简单的，还是需要层层把关，或是有层层困难才会相遇。它其实我在找这个稳定性。那因为哦，因为宝剑皇后里面有宝剑2、宝剑3的一种感情上的一些伤痛跟一种受到伤害的一种内缩的倾向啦。哦，它其实有这个也有这样子的讯息，所以把这些抽象的东西我们拿开，我把它讲集合，讲简单一点，就是说，这个人，哦，他遇见你之前，他其实不容易啦。他在整理他的心情上，整理他对于感情的一些判断上，他经历过一点点不容易的调整状态啦，才能够调整到比较比较相信两个人在一起，还是有可能创造比较舒适的生活向往。所以他对于爱情的感觉，目前我看来，他是处在一种比较还是抱持着希望与向往的状态里去期待爱情，但是他内在对于爱情的之前的一些经验上的伤痛啊，反正伤痕啦哈，还是一点一滴的在影响他，让他没有那么容易快速的投入到感情里。即便他有感觉到他眼前的人是他非常喜欢的，他还是会有所犹豫。那这个时间，我觉得我没有看到他会完全疗愈掉的时间点，而且我觉得这疤痕处在一种比较还在很新的状态里，时间还蛮长的。不过我们要往反的方向，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表示他对于一份感情的付出、重视跟投入能力非常强，跟他投入的质量跟力道都非常强，所以未来你跟他相处相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非常有可能很溺爱你哦，有可能以你为非常重心哦。但我看一下其他的那说的，他确实是会把你捧在身边，非常宠你的人啦。这个人是这样。来，我们再往下看，我帮你看一下他这里，这个我可以翻一下其他讯号好了。好，好，给他一点时间跟机会啦，他会有一个全然的新的勇气，在遇见你的时候哈，他会调整好，适合去追求任何人，适合去跟任何人在一起的状态。他知道他内在有这个，他知道他要讲然后他有非常深思熟虑的，完全往自己内心核心非常关心，看自己到底适不适合爱情，适不适合跟别人在一起。但庆幸的是，开心的是，他整理完了，他知道他可以，因为我没有发现水能量失足，而且还发现一个全新的向往出现在这里，我就已经跟你说他会有嘛，他会有新的向往了吗？钱币10的向往。那这边在提示是说，他甚至连那一个对于这个向往的追求的勇气跟行动力，也会渐渐的回来拥有，会重新塑造。所以别担心你在遇到他的时候，他是一个可能很受伤的人啊，或是还在想念旧的感情的人，没有啦，他其实是有非常强的理智状态去整理过的。因为我们在宝剑皇后里，我们本身要看它本身的一种宝剑能量的强度，
它的强度就本身就很强了，然后再映射出宝剑3、宝剑2的一种内在自制力的判断的能力。好，就这样，我们来继续看下一张哈。战车牌了哈，好，其实战车牌，我觉得我想要从战车牌去找到它整个从愚人牌里面重新燃起的那个新的状态，往前的那个状态的支撑力。可是战车牌出现之后，我发现更加确定它其实会一点一点的恢复，只是这个路径走的比较慢。那我比较想确定的是，它会在完全恢复之后才会看到你，还是他已经看到你了才会从已经觉得自己恢复之后才会向你表达他对你的喜欢。我想在创战车牌里面看到这一件事了。不过我的第一个感觉跟讯号是觉得他会先看到你，但是他不会有所行动，因为他不想要自己还是处于战车牌这个状况，就是看起来很光鲜，看起来很不错，什么都还健康的，都完善了，可他自己心里知道，他内心还有一些东西没有处理完。他不想要给别人一个好像一个美化过的梦想跟未来性。我在他其他的一些宝剑能量里面看到他有这个自我的约束力啦，他有一个自我的约束力，所以这要讲什么？时间上，时间上应该，我觉得他不是已经看到你了，就是他快要看到你，因为我觉得这能量很近啦，能量很近哈。那我来看一下有什么补充的。好，等等哦。好，先这两张，看一下这讯息给。好了，还 OK， 还 OK 哈，什么东西 OK？支撑它的力量够多，够强，而且我们先不看水圣杯8原本给的一些负面能量，我就不看这个位置，我比较在乎的是他有没有他的驱动力，然后他遇见你了没有？我跟你说，他应该已经看见你了，因为我发现他有一个刻意选择先不表达的水能量驱动力有出现，方向感也有出现，所以他应该是看到你了，但是他先选择不要，因为表示他内在的某些之前我跟你说的某些有一些还没处理完的心情，他还没有转换成能够健康表达的情绪，或是简单来说，就是他没完全消化完，或是他还没有把它分门别类成一个资料夹，不会影响他。他还没有完整到这个程度所以不错啦，他已经看到你了啦，然后心中的悸动是有出来了，而且心中的悸动一开始就是已经是能量8的水能量了耶。我觉得还不错，他第一眼看到你的感觉就已经还蛮好的，所以认不认识哦？让我翻一张牌看看好了。我们来猜测一下他的方向感，认不认识哦？见过面，他看到你了啦，但是有没有互动或什么？似乎有因为我看到已经有一些实践力了哈，有一些接触性的，有火花，的感觉，就觉得他应该不是只是看到，就有一些很轻巧的、很简易的接触了有一些
你可能有机会回想一下，你最近有没有认识什么新的人新的朋友这个能量还不错，有一个新的接触。好，我这边至少可以挖出一些你跟他的关联性的这个部分我也要来学习一下。因为有的时候我必须要从分支里面去找到答案的话，也许就找得到这个路径那今天算是有找到这个路径，那你们比较，我不能说一定有遇到讲过话，但是我可以比较确定是他应该已经看到你了，有看过你，知道你这个人了。那互动这一件事情，我只能说，我有感觉到一些火花，有一些互动上摩擦出的火花，所以从这个角度推论，我觉得应该是有互动到，但是很轻巧、很短，一点点而已。而且他可能是他主动来接近你一下，可是没有什么好的机会，没有什么聊天的长度，时间也不反正有很多局限啦，没有办法很完成这一件事好，你大概想象一下你可以起2有啦，有很接近你过，有很接近你过，因为这一个权杖2的概念是他有确定过，有感受到自己对你的喜欢的感觉，他有出现了，有那个分水岭了，有那个界限了。什么界限？有感觉跟没有感觉的界限有出现了。他跨过去了，然后这个顺序还不错，我觉得我有看到蛮接近的一瞬间呢，蛮接近。但是没有互动的讯号，没有互动的画面，但有互动的会产生如果有互动的话，会有的结果所以应该是有啦，有一个很短暂的。来，好，好奇的多一张。好，来看一下1、4、13，好，确实，互动之后的火花有，但是你这边似乎没什么印象那你们两个相处一点点的交流互动之后的好能量的累积，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后面会有。我觉得他会按部就班的找到比较好的时机，再一步一步接近你。然后他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产生的一种全新的水能量，他似乎已经先收下了，先收起来了那他其实现在没有采取比较照进的方式，因为看到的节奏是慢的，是土能量在控制的。土能量丰盛的能量，风能量没有吹起来，风能量在后面把你们有更好的相处，更好的，反正你对他的好感这件事啦，会在比较后面才会发生。有一个顺序了，有一条路了，你会去拿到这件事。什么事？就是你会开始对他有好感，可是这个路径还需要一段时间。主要是他也没有再靠近你我刚说他把那感觉先收下了，所以这个算是现在目前只看到说你们有一个比较好的开端。好，然后我必须说，这一个有没有互动这件事情，能量非常小，但是我有感觉到，如果有互动，后面的一个小小的火花，因为我有觉得那个波动有出来在这一张牌，它不是前面，它是后面，它不是在这一个宝剑权杖2前面，它在它的后面，它在它的后面，为什么？因为这个牌的能量比较大，在我们翻的顺序来说，这个是这里延伸出来的小，所以它在后面，它不在它前面。那所以我才觉得应该是有互动，然后才会有一点点火花吧。如果是眼神交流，会有这一个火花吗？因为我的第一个直觉不是所谓的眼神交流产生的火花，因为我觉得眼神交流所带来的水能量比较多。那也不是眼神交流，是他看到你产生的新的水能量的起来了。没关系，我觉得这题有趣，很丰富，内容是丰富的哈。来，我们再往看。
好了，他我这边只能先跟你说，他蛮确定他会慢慢的靠近你，然后会让你知道他喜欢你，他确定，然后他一定会跟你表达。那只是不是现在，真的不是现在。我看完那一段距离，跟现在你们两个被隔开的距离空间来说，算远的，算远的。他会期待下一次的机会，然后他也有可能会创造下一次的见面的机会、相遇的机会。他有，那他有方法，只是不知道是中间有什么哈。那你们第一次从那里见面，这边也没有讯号，可是他已经看过你了，就是了啦。那主要还是因为其中其实水能量的串流蛮多的哈，水能量串流，所以他可能也会串到说有朋友一起去哪里，跟朋友有关系啦，跟他的人际关系有关系，会有啦，只是不一定会显现出在牌面上告诉你这件事，因为他就没有那么重要。总之，他看过你了哈，然后我们先把这个小小的互动放在心里了，当做有，然后你就回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最近认识的新的人哈。那只不过要在比较后面一点，他才会慢慢再接近，那可能就是下一次见面。我觉得比较像是下一次见面。我觉得他的人蛮正直的，他不太像是会从一些比较不正式的场合去认识你的哦，他会先放在心里。所以所谓不正式的场合，就是说他不可能不会在网络上啦，他觉得那个不太扎实，他会期待下一次跟你的遇见，所以这段时间会有一点哦。Sorry，会一直重复讲这件事，因为讯号一直都是这个哈。那魔术师牌讲的是说，他有把握，他对自己有把握，把握什么？他对自己有把握，他能够在下一次遇到你的时候跟你表达，或是在下一次再更靠近你，他心里是安心的。安心什么？他知道他还会再遇到你，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表示你们的人际关系可能有重叠、有关联。他知道他还能遇到你，他没有觉得什么，而且他也知道，他如果只要主动的去创造可以跟你见面的机会，他也可以。可是目前他没有这个起心动念，可这里比较多的是魔术师牌给的概念是，他知道他能做到，做到什么？跟你的下一次见面呢、或是他能靠近你了，他能够带给你好感了，他能够表现比较好的自己给你了。这份自信跟这一个显化能力，他现在有哦。来，我们补一下这个牌。所以我是不担心，你不会再遇到他了哈，因为，好，那我就用这两张牌来补充魔术师牌给的。没错，他现在确实是跟你有段距离哈，有一个停滞状态哈，他现在处在一种等待状态，等待时机，等待关注。反正他就是因为他蛮有信心的啦，信心可以再跟你下升，所以他不急。现在看两张牌看起来是不急哈。那他把对你的感觉锁在一个蛮神秘的地方，很特别的地方哦。下次遇到你的时候，我不确定他会不会很快就展现出对你的喜欢，但是对他来说，简简单单的让你知道，或是对你好，很重要，淡一点很重要。哦，我觉得这个比较映射是我们刚刚前面最早这一个宝剑皇后所带来的一些宝剑三、宝剑二的能量，它已经内缩了嘛。我们一直跟你说，它还有一个战车牌在旅途上嘛，他必须要觉得他自己好了，他才会跟你表达。对，他也现在这一段也在这个旅途中哈，所以他也可能是因为之前的经验，他知道他不能够立刻奔放的去表达，他希望一点一点这样。那以你的角度，我觉得你可能会有新的朋友，认识新的朋友，然后慢慢的对你来说会有日久生情的感觉。可是其实不是，他一开始就不是这感觉，他一开始就是希望能够慢慢跟你变好，跟你在一起，是不太一样的概念。来，我的好，这个又是只能说。我本来希望这组牌会有一些动能啦，哈，譬如说大的火能量哈，然后给它加速一下。可是它如果是宝剑一的话，那我就比如说它呼应了这里啦，
呼应了这里所带来的一种最底层的一种船的船锚啦。它定下了一个概念，就是等等，慢慢看，慢慢来。一步一脚印的走进你身边就好了，差不多是这个概念哈。这是他最本质上心里的声音啦。他其实听不到，但是他的本质上有某个声音一直在这样子在催眠他自己。不能说催眠在这里驱使他的动能，也可以这样算。他会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走进你。所以我们用一种比较现实、比较实际的，就是说他要浮现在你面前，变成他喜欢你的状态的话，可能要一阵子。但你目前可以得到的是，可能你会开始跟某个新朋友会慢慢变好，就这样。这是目前比较明显的东西。还有一件事，我是用一种比较保守的状态讲啦。我觉得他有可能会混在你的朋友里面，慢慢接近你，这是我的保守想法。可是牌面上没有出来。你知道为什么我要用这保守呢？因为我觉得他如果太单刀直入，都是以一个他个人成为你的新朋友状态出来，我觉得你这里有反抗能量，你有一种陌生能量是反抗这样子单独性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会混在朋友里面慢慢接近你，慢慢变更好。这是我的保守看待。然后必须老实说，牌面没有这样说，我只是用我的经验上看牌面的牌来说，我觉得底下有这个讯息，但是它牌面没有出来，那我只能靠我的直觉去挖出来而已。所以它会有两种可能。但是我个人觉得他会选择去混在他的朋友里面慢慢接近你啦。但是牌面说的是他会单刀直入的去慢慢认识你。我自己是不太相信是这个讯息，但是如果牌面是这样写，那我还是传达给你哈。来，我再看一下哈。我再看一下，这里好像可以翻2张牌。好，又是宝剑。圣杯1出，宝剑1也出，钱币1也出。我只能说，他正在努力的让自己调整成一个初始状态，来在你面前跟在你附近。我觉得他蛮否定他之前的自己啦，他蛮不想要再成为他原本之前的自己了。他一定有不好的感受在那里，所以他极力的要跟之前不太一样了。所以他在各个能量上都一直努力保持在非常，应该说重新创造出一个最初始的原始的能量，而且他甚至还使用了愚人牌的那一种最原始的位置的能量。我们讲容易听的一点就是，他有点想要创造新的自己，又有一点想要粉饰太平，这种两个概念在冲突着，因为两个概念不太一样，但是很类似所以他现在这个阶段是，他还在挖掘自己能成为什么样的新的自己，而且还不会远离他的本质啦。所以他现在需要再去展现他原本没有被发掘的优点呢，还是尽量排除掉他原本的很多的缺点呢？他现在就在这个整理中，然后这个整理中花费他蛮多能量的啦。他虽然是战车牌在你这边慢慢往你这边走来，可是他都是边走边停，边走边停，然后配合着宝剑4，边走边停，边走边休息，边走边停。因为他这个整理确实是蛮累的，所以即使我觉得他已经看到你，他已经知道你的存在，可是我觉得他要真的完整的、明确的行动，我觉得还需要他自己层层的自我挑战跟调试了哈。大致上2号牌复杂，这个人这个状况复杂，不一定是这个人复杂。我们来挖掘他的优点哈，觉得他算是对于自我要求，我不知道高不高，但是他对于他现在要重新整理自己这件事情要求蛮高的，要求蛮高的。好，我们还有6张牌，我们来看一下哈。哇，被我塞满了。来，没关系，我们用压着的。6张牌来看一下他的
另外6个能量。来，我来大概整理出一个空间哈。好，来，我用这个空间。好，好，还有。好，就快速讲一下这个位置哈。2 cups， 3，好。他其实非常确定他会往里面转，这刚刚讲过了哈。然后他内在的力量有慢慢的推进，他的能量有慢慢的上来哈。那他也渐渐的需要，好啦，我跟你说，我这边确定了，他躲在朋友里面，慢慢接近你，他不会单刀直入进来。好，因为我发现他到了他原本是想要直接认识你，可是他后来发现似乎不太慎重，或是我觉得他也有感受到这样子不太好，因为我从你这边的感觉是，如果他这样子直接成为你的朋友，你的陌生感会非常重。我觉得他后来意识到这一件事情，所以他可能要层层的朋友慢慢的接近，所以他会去参加你的朋友，你们共同朋友的活动里面会出现，他会慢慢从一种新的出现的人慢慢跟你比较熟，慢慢比较接近，会有这个状态。塔罗牌要你知道的是说，你们的相遇里面底下有一股很特别的力量在帮你们两个慢慢牵引啦。所以你现在只要是你不要去寻找它，你尽量的顺其自然的展现你自己现在的舒适感很重要，因为然后自由的去参加你想要参加的活动，他会自己去找路径跟找方法接近你，他会慢慢的浮现出来，然后会让你印象很深刻啦。然后他一定会在比较好的状态里才会浮现让你看到，所以你不用担心，你就也用一种不期不待的方式，看看有什么好事会发生就好了哈。你就把这个责任丢给宇宙的能量去控制了，因为这边有说塔罗牌说下面有一种牵引着你们，不会离得太远了。那只是说现在一定是比较远的距离，他现在说现在你们还是比较远的距离哈。情感上、感受上，你是感受不到他的。那他其实他就算对你的感受很强烈，可是他还是知道离你很远，所以他其实也没有办法很近距离感受到你的人是什么，所以他需要花很多时间慢慢的靠近就对了。然后不过我这边有一个 lucky 的状况，就是说其实如果你们两个现在相遇的话，他这边有一个暗示是说可能会有比较不适应的状态会出现，所以现在的这个保持距离，除了是他的理智上控制上，他的直觉上也控制上，我觉得能量上有做一些帮忙，就是可能让他发生一些事情，让他内心有产生一个自我约束力都有了，反正有很多能量在控制，帮你们现在需保持一个比较远的距离。主要是因为你们现在真的不适合相遇了，他的能量没有准备好，而且这边其实没有提到你，但是这边也在说，如果以等量的状态来说，其实你这边有一些能量也不适合他看到你，或是他遇见你了。反正就是你们都好像现在有比较重要的事情要处理，所以现在不是一个很好的见面时间，所以要再等一下。那个路径已经都创造出来了，也在走的路上，那个动能有把你们两个推向相遇的状态。其实你的状态是比较在那边等他进来，靠近来就好了。那有推他的能量靠近来，所以你就慢慢等。那这个等的状态比较像说，你现在就好好的喜欢自己的生活什么的，对爱情可能就轻轻松松的期待，轻松的看待就好了哈。这个比较好的能量就会慢慢，反正时间到，它慢慢要出现了。好，是要出现哦。好，是慢慢要出现哦。好，所以就期待它的关卡或它的调整好就会来了。2号牌很复杂啦哈，因为它转了几个弯啦。他我为什么说他转了弯？他先去
导入了到他的内心世界，让我理解他的状况，然后让我知道他可能没办法那么快行动。可是又转了一个弯，发现说他其实对你的情感是已经很激动了，表示他已经看到你了。所以他在整理自己跟要不要行动这中间很挣扎。所以我才觉得这一题比较难，所以它讯息非常杂，它变成是两套，它像是要两套翻牌才会看到的两个情况，它现在把它混在一起了。好，那还好啦，还好我觉得我运气比较好，有抓到牌面给的几个瞬间的讯息，我把它抓下来，所以我大概知道它的顺序是这样，所以我就跟你说好，那这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希望对你有一些帮忙，反正你就放轻松的期待就好了就这样谢谢你来听，祝福你那接下来我们来从选择第3号牌的朋友开始那今天的题目是谁会把你捧在手心来，我们继续从选择抽5张牌来看整个基底的能量，我们再看看要不要翻一些分支的好，我会尽可能的翻啦这样子有可能会抓到一些别的故事线里面以外的非常潜在的小讯息我们先第2、3、45第选张2好，因为这个讯号第一出来，我要先确定的是他看到你了，还是你看到他了，还是你们已经见面了？因为他这个相遇的分水岭出来了。不过我必须还是要保守一点的说，只是这一个分水岭出现了，还没有确定有没有跨越，跨越了什么？认识了吗？但是我跟你说，已经有互相看到了，跟第2组牌蛮像，你可以去听看第2组牌它这个分水岭比较像是遥望了，然后已经，为什么要确定这件事？因为我们要确定一下，你们现在这个2股能量连结是因为互看到了，还是他看到你了？那这个分界线并没有给出这个答案，但给了最近的答案是什么？就是你们有这个可能，也就是说，你们有在同一个场合出现过，只是认不认识、有没有看到不知道。但要等一下翻才会知道，说对方或是你们中间的能量起来的讯号是属于哪一个物质的能量，我们才可以知道说大概发生了什么事所以这个的话，我就翻一下但是如果以权杖2的角度，我必须说，它有一个翻转性，它有一个很强的翻转性。什么翻转性？就是事情故事要开始了，就是说可能序章已经结束了，进入第1章之类的或者是旁白才刚刚形容一下这个故事之后，然后直接进入正题的概念来，帮你翻2张好了啦。都是大牌来我只能说这2张说，你们的能量是相遇了，但是距离还很远。那你们确实是有进入过、到过那一个2个人可以相遇的场域，可是这2张牌还是没有告诉我你们2个互动了没，但只能确定你们2个曾经非常接近过。那可惜审判牌告诉我的距离非常远，它还要需要一个路径，让这2个能量有重叠、交集、互动这些的。然后目前只是最靠近的情况有发生过，可是内在本质里的能量距离是非常遥远的。然后所以我先第1次的判定，觉得你们2个应该只有同时出现在很近的距离过了，还没有互动到，连接性比较低啦。
年纪比较低，可是，在第一次遇见之后，在比较近的场域之后，好像两个人其他的某种关联性有出现，所以不会只会一次很近哈，可能还会有别的机会，会造成会形成你们会有再次见面的机会啦。因为权杖2那个跨越已经出现了，它已经去了下一个阶段了，就是说以这个篇章来说，已经进下一页了哈。好，这有趣了，那我们再往下看。就答案要给不给的，通常这个要给不给哦，只会有的时候有两个状况，第一就是不告诉我哦，第二是什么？他已经告诉我没有了，可是我自己个人的执念想找出来有，你懂吗？他其实会有这两个答案哈。好，那行了，这个哈。世界牌又给一次世界牌啊，我觉得这里也没什么需要给谁，他只是再次其实这个跟那个世界牌讲的东西有点不太一样啦。他这里讲的比较像是说，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已经进入一个篇章了，他不太像是说两个已经有遇见那个场域，讲的不太一样啦。不过已经有两张世界牌出现了，我必须说，表示你们两个已经往好的方向走去了啦。所谓的好的方向走去，就是说，在别的故事线哦，他的或你们之间的朋友的故事线中间有做一种磨合，或是串联啦、接缝啦、缝合你们两个人啦，所以你们两个会慢慢走进到认识开始，就是不会就这样子错过啦。哦，因为他已经有点像是把你们两个丢到同一个圈圈里了，再怎么在里面弹来弹去、换来换去，都会相遇。哦，啊，来。好，小牌拿不稳。都是火能量。好，看来不远啦。哈，你们下一次见面的时间不远啦。火能量很强很强，有动能，也有行动力，也有方向感，也有路径哈。所以你们下次见面，我大概比较能够确定，因为我脑袋一直出现你们有共同朋友这件事情啦。那可是我觉得蛮稀奇的是，你们两个竟然有共同朋友，可是却还是彼此的陌生人，是彼此的新朋友。因为新朋友的状态还蛮严重的，蛮重的，不严重。不过我要必须说一件事哈，这张牌告诉我一件事情：你们两个对彼此喜欢的那个能量，不会在第一次见面或是很靠近的时候出来耶。它被某一种其他的情绪限制住了。哦，好像是朋友的情绪、朋友的情感限制住了，所以你们两个应该会从朋友，然后慢慢变成好像有感觉，想说要试着交往，所以才会说有两个世界牌在那把你们框在一个圈圈里面，你们怎么摆动都还是终究还是会认识，然后还是会在一起，因为他这个时间线让我大概知道为什么审判牌出现了。他所谓的新的距离还很远，是两个人对彼此产生了爱情的情愫的这一份心意。还离现在很远，所以你们两个会从新的朋友，近期可能会有共同的朋友，然后变成朋友，然后再慢慢的有机会交往，应该是这个路径。那现在火的能量所带来的是，你们会有比较高频率的遇见次数跟互动交流这样，但是在未来表示前面这里还没。那他前面的世界牌所说的这一个两个都已经走到这个分界点后面的世界，表示说。你们可能开始拥有了共同的朋友，懂吗？有可能是这个，它是所谓的世界是这一个桥梁转起来，哦，它不是工作范围的世界，或是朋友，应该是朋友圈有圈起来了这样子。那近期可能会有一些可能比较多的邀约或活动聚会，会让你们比较有机会遇到，最近的频率会比较高的。那3号牌就变成说。确实是以别人的能量做牵引的讯号比较强啦。哦，主要是，反正我觉得别人的声音蛮多的，别人的讯号蛮多的。那有点可惜的是，明明很近，可是一触即发的讯号却不强。哦，一触即发的讯号却不强。
因为对我来说，什么我会说可惜？因为这让你们错过了很多还不错可以创造美好回忆的机会。但没关系，有些每个故事线的走向就是不一样哈。来，隐士哈，这是我很喜欢的一张牌在这里。那这张隐士牌在这里给的是一种时间感啦，时间感不能急。你们两个人的关系的培养需要一点时间才会进入到交往恋人状态。他这边说不能急，因为你们两个之间在找一个默契，找一个两个人的共识、默契跟契合度，而这个契合度是慢慢挖掘你们两个对于人生世界的价值观慢慢符合。但我这边突然有个讯号说，这题的宠爱，或是把你捧在手心，这题它有可能会偏离到好朋友哦，很好的朋友状态哦，会有这个阴错阳差，有一点点有这个讯息哦，但没关系，我觉得，但我也看到它有一个弹性，它好像可以从交往状态跟好朋友关系里面弹来弹去，也就换来换去，或是捉摸一下。所以也就是说，他可能答案会是交往状态，可是感觉像是很好的朋友，懂吗？那这什么？这就是暧昧状态。也就是说，暧昧状可能会进入一个暧昧状态比较久一点时间啦。哦，没关系，我往下翻。看一下那给的讯息怎么走。总之，我觉得3号牌的关系成长需要一点时间跟故事线发展哦。然后还不错的是，互动的交往那个频率蛮高的哦，而且距离也蛮后面之后，好，没关系，我只是在担心说，很可惜突然变成就是突然感觉就定在了好朋友关系哦，没关系啊。2个金币5，金币8，我看5的话，虽然说隐士牌已经告诉我们这个时间感啦，就是说你们两个的关系要进入交往阶段需要一点时间，可是这2张牌又再次强调一次说，可能这个朋友关系要做好一阵子，他确实是在培养某种更好的默契啦，你们的认同感，然后你们的每一次相处，慢慢相处之后，都是，其实他这里讲的比较好的是说，他都是为了未来你们两个瞬间发现两个人可以在一起的时候的那个默契的厚实度、信任度跟认同度，那个共识值很强，但是。这个前面的累积真的要比较长的时间，因为他都用钱币8来告诉你要慢慢的获得了，不能的。那钱币5告诉你说，以现在来说，哦，距离到那里要很久，这距离真的蛮远的。以现在来说，你们两个的内在心的距离就蛮远的，所以选3号牌的朋友可能他不是。很快就会成为恋人的一个人啦，哦，也把它变成比较俗话说，就是这个可能就是日久生情这一组是这样子。我最近很常挖到这种内容的牌哈，那他这个时候就是告诉你说，而且他这个讯号比较。像是说，你到现在都还不一定会发现你身边的比较好的朋友或什么，跟你可能会有那个感觉，因为他这边有一种藏在里面的爱情能量，并不外显，它会在某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一触即发所发生。那他其他的牌都在告诉你说，他所有的能量都已经把你们拉到最近的距离了。那拉到最近的距离之后，
你们的关系是用金币能量、土能量去压住或是去定义住，那它时间线就拉长了。也就是说，这关系不是火啊、水能量一触即发就突然爱上对方，或者一开始我说的是一开始，然后就开始进行下去，没有，它真的就是土能量慢慢发展，然后你们两个会产生某种黏腻、信任跟依赖之后。然后有些很深沉、很感伤的事情，或是两个人生活有一些生命中的大事发生之后，才发现彼此是能依赖的，然后才会开始有一些爱情的情愫，才会综合了我刚刚说的恋人与最好的朋友的关系的一种弹性交换之间。建立你们两个的关系。那他今天这一题是谁会把你捧在手心？就是讲他的捧的概念比较像是说重要性会渐渐的建立起来。那这个方向感呢，他却用了隐士牌跟钱币8做一个基底，来告诉你说，速度就是这样，结果就是这样，哦，你们的结局就是这样，那个好结局就是这样，要慢慢的累积出现，它不是一触即发的，哦，它没办法好高骛远的，它不是这样子的走向。哦，好，我们再往下，5哈。没错啦，没错啦，他现在整个情感上是复杂的啦，我觉得他这个讲的比较是未来性的啦，我觉得他这个未来性比较像是说，即使你们两个接下来可能会变成比较好的朋友之外，爱情的这个想法会在你们的相处里面常常被背离了，就是被忽视或是被选择不看到。也就是说，你们的相处里面，其实常常会有一种比较好的状态，可是你们也会些许许的感觉到这像爱情，但是很快的就会觉得说没有啦，就只是你们关系比较好而已，就只是你们感情比较好而已，这样。好，这是就像这个概念比较像是像那种有用线的那种玩偶那条线，这个是控制你们的一个基础概念，就是说。无论你们再怎么接近爱情的感觉的时候，你们瞬间都会觉得说没有啦，就你们只是感情比较好而已。在你们一触即发有感觉到，其实这是爱情前都会是这样定义下来的。然后这组牌在讲这个，所以没关系啊，就慢慢走就好了。因为我觉得今天3号牌捕捉到的这个人，算是人生中蛮可贵的人啦。只是照能量的走向来说，要成为恋人似乎是非常后期的事情了，比较后期的事情。好，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哦，好吧，我们必须接受女祭司牌告诉你说，这份前面的前置的朋友关系是被定义上是最稳定的关系，那它也更加细水长流了，能让你们两个在生命中出现的时间日子比较长。那终究后面确实是有机会成为恋人，但是必须要接受的一件事情，它是经过调和的。哪种调和？最好的朋友跟恋人综合型的一个状态。因为长时间相处下来，你们很难直接从最好朋友跳脱到恋人啦，没有办法，它就是综合型的一个情况哈，所以没办法。女祭司牌在最底下已经控制完了。我觉得在你们一开始在最接近的能量的时候，就已经有发现你们内在的能量比较适合这样子发展。它这个不，其实我们把它讲的比较像是说女祭司来用一种外力的能量控制，其实不是啦，它其实比较像是用牌面去形容说你们内在其实有一种直觉，有一种能量的相遇结合之后，你们本质上无意识的状态就选择先从朋友慢慢的累积上来，最安全最舒适。好，但是我确实要说，后面确实是会有人生重大事情的时候，会激发你们内在对彼此依赖感、信赖感、共识、默契所转换出来的一种爱情能量。它是很有机会转换成一种恋人状态的。好，那这个讲比较快哈。来，我看看这2张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可以翻的。我今天各翻1张好了，补一下讯号。
嗯，好哈，你看这里哈，水能量被锁住了哈，所以就跟这个牌刚刚讲的，当你们意识到彼此好像有一种类似爱情的经验的时候，是会被选择不是的，选择否定的哈。那他会一直在维持在只是一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而已哈。然后，钱币六啊，这倒是我觉得今天这组牌里面出现的很特别的好牌。我想一下，好，这里哈，我们应该把这个钱币六所谓的贵人设定在女祭司的能量。就像我刚前面说的，女祭司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状态，所以我们要相信你们的旅程，成为朋友，成为最好的朋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才有办法进入恋人。好，它比较像是在暗示说，现在你们两个的性格、整个能量各方面，直接变成恋人的话，应该会蛮多冲撞的，可能让你们先从朋友一段时间、长时间下来，那个柔软性和默契度才会存在，然后有累积有很多的共识之后，再进入恋人才会刚刚好。好，但这一题3号牌的难处就难在，它虽然这么说，牌面虽然这么说，但是它也不是一个100%要变成恋人的能量。哦，不过长久性很够，就这份关系的持续性、长久性很强。哦，一直都没有什么阻挡力，或是有断点。只是这一组牌一开始给了好多长时间的概念哦，这里一个，这里有一个哈，然后这两组搭配又有一个哈，那我想要去找一些节奏性的，叫女祭司牌就出现了哈，告诉你没有这东西哈，所以它就是一种很像，你知道这个关系很像什么？在我刚刚一直看到很像什么？很像是那种机械表里面最小的齿轮在运转，你们两个人成为恋人的一种节奏。你看那个电子表，不是电子表了，机械表、机器表，一颗颗齿轮在最里面最小的那一个在那边转动，你们两个要到成为恋人的速度，然后非常稳定，非常有节奏性，非常精致的去累积你们两个的关系，然后最后再成为恋人。这组牌一直在给我这个感觉啦。哦，那我们看远一点，至少你人生中会出现一个非常重要、可贵的人哦，他会成为你的收妹有可能，但我觉得他比较偏向是你的最好的朋友加上恋人这样。即使你们两个发现你们不需要恋人这关系，变成最好的朋友关系，他也会很持久、很长久哦。来往另外3张牌看哈，6张，好。我必须老实说，3号牌比较像是捕捉到了一个类似情人的人。哦，我必须老实说，他有这个取向哈。来，因为这个人会把你捧在手心，会宠着你啊，因为你对他很重要，也是类似这个状况。来，好。这状况在我的记忆里，我们从这频道算的话，这状况出现过好多次啦，不是只有这一次啦，出现过5、6次有过了哈。因为我不觉得很容易抓到这么长远的讯号啦，哦，那他如果要这样子，因为他这个长远讯号的讯息的稳定性蛮强的，所以我觉得蛮难得的啦，可以抓到一个可以看到比较远的东西的牌组哈。好，下面的牌被盖住了哈，就先讲忍耐。好，这6张哈，做一个结论哈。哦，3号牌讲好快哦，好，然后来做一个结论。以非常高度的理智的位置告诉你，
它牌面塔罗这一组塔罗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是，要显化这份关系不容易，很不容易。它不是一个情感的、情绪上的、直觉的、随意的选择邂逅，然后让遇到，然后就没有。他说这个喜欢的人不容易，他需要很长时间的相处，跟你们两个非常需要累积4种能量的综合。你们要享受你们要分享彼此的成长，然后要在蛮多的辩论、纷争、吵架、小吵架、小斗嘴之间培养关系，好，那是风能量让人们关系的。然后也要有对彼此的一种背景生活的一种同情心、感受力跟陪伴。他的意思比较像是说，笑的时候陪在一起，哭的时候陪在一起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在其他的小生活、稳定生活里面，你们可能会成为很常约出去的固定班底的朋友关系。那这4个能量的慢慢累积之后，有一天它到完整的状态里面，你们才会瞬间的发现，原来有一触即发的事件发生了，才发现你们可能是彼此最重要的人，最难割舍的人。那这关系会综合起来啦，这4种能量跟这种性综合起来，它会类似恋人。为什么一直说类似恋？因为它的恋人能量并没有占据到全部的关系的比例，是高比例但没有。好，那这份彼此对这个人的重要性，在人生里很特别啦，就这样。我不想把它讲得太重或什么，可是我很难避讳他一直在讲说这个人后来怎么成为你人生中重要的角色。他其实前面没有讲很多，你们怎么做朋友什么的，他没有讲很多，他一直在着重在后面，你会发现这个人有多重要哦。好，再来我看哈，好，这边有说这3张牌就讲一个东西而已，就是你慢慢才会察觉这个人你有多珍贵啦。因为刚重要已经讲过了，不要这样重要了。反正你会慢慢察觉这个人有多珍贵。那这些真相呢？这个答案都在后面啦。那他这里唯一能给你的一点点的启发，就是说，其实我觉得还好，这是我自己添加的，我觉得不需要。就是说，你应该能够感觉到，你的朋友有在换，你的朋友圈有在换，有新的人进来，跟你以前的朋友不太一样。你的朋友有在换，他这边有在讲这件事。好，有一点点你会发现，你的新朋友里面可能有人的价值观、理念各方面都强过之前的。之前的朋友比较像是说，因为已经认识很久了，所以有一些情感。可是后面你会他这边有在讲，后面会发现说，你会开始认识一些新朋友，是他们的价值观各方面才是最接近你的。然后你会有一点不可思议，然后你会有一点陌生感。那这个人也会从这个角度里面进入到你的未来的新生活里面。那他不是要告诉你说旧的朋友比较不好，新的朋友比较不是，他会映射跟衬托出你已经成长了，好吗？你已经走进了新的世界未来了，所以你需要新的朋友。这样好，这就是3号牌。我觉得3号牌讲的比较远啦。没有抓到比较近的东西啦，比较没有抓到比较近的东西啦，但你就听听给你一些方向感就对了哈。然后看看同一个题目，下次的时候你再选看看别的牌，好，不然你就听看看这一组其他号码嘛，1、2，看看有没有，好，看看有没有比较近的讯息，就这样好，谢谢你来听祝福你们。